女孩闯入姑父房中，竟然看到这样一幕，尴尬的刚要离开，却被男人叫住。站住！女孩本是女真第一美人，却因为部落战败，被哥哥送给努尔哈赤做福晋。然而东哥誓死不从。努尔哈赤，我绝对不会下嫁给一个害死我阿玛的魔鬼！你听好了，我叶赫那拉不喜阿玛拉今日在此指天发誓，他日谁若能杀死努尔哈赤，替我阿玛报仇，我便立即下嫁于他，绝不反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昔日的仇恨反而更加强烈，但是姑姑孟古的身体却越发不好。太医诊断过后，姑姑已经时日无多，死前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到家乡。东哥没办法，只能找到杀父仇人，却没想到撞见这尴尬的一幕，赶紧将头别到一边。在努尔哈赤的示意下，床下的大福晋只能生气的先离开。如今只剩2人，东哥低下高傲的头颅，请求努尔哈赤放姑姑离开。他陪了你整整15年，从来都没有任何奢求，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愿望。你是他的男人，是他的丈夫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？看着心上人梨花带雨的哭泣，努尔哈赤一把抱入怀中，答应让他回一趟叶赫，把姑姑的亲人都接过来团聚。东哥开心的答应，殊不知此去差点将自己葬送在叶赫。东哥跟哥哥不阳谷说了姑姑的事情，不阳谷却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并话里话外的透露，因为努尔哈赤的关系，叶赫现在十分困难，只有哈达部落的首领能帮助叶赫，希望东哥能前去见一见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努尔哈赤的女人，你敢送这份礼，他孟格部落敢收吗？哈赤霸占你多年，但你无名无分，成了天下的笑话，丢的可是我叶赫的脸。我若是不嫁呢？不阳谷拿皇太极的安全威胁东哥，万分无奈下，东哥只能忍辱答应了不阳谷的要求，随后赶紧让皇太极离开，然后派兵来救自己。临行前，皇太极送给东哥一个锦囊，告诉他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保住性命最重要。哈达部落的首领紧随其后进了东哥的房间，这个不解风情的色狼上来就抱着东哥不放，两人撕扯之间，东哥狠狠地咬住他的耳朵，趁着他松嘴的时候，东哥转身打开了皇太极的锦囊，上面写着一个骗字。东哥心领神会，哎呀，瞧你急得这样，反正我怎么逃也是逃不掉的，早晚不都是你的人吗？干嘛这么心急呢？趁着与他接吻的功夫，将一颗药丸成功为他吃下，这下男人再也没有调戏美人的心思。东哥趁机挑明自己是叶赫的哥哥，绝对不能无媒苟合，除非他明媒正娶。面对着娇滴滴的美人，男人瞬间神魂颠倒，别说娶了她，就是杀掉努尔哈赤又有何难？另一边，皇太极经历重重追杀，终于回到了建州，将东哥的事情都如实告诉了努尔哈赤。然而努尔哈赤并没有想象中的生气，可是他的3个儿子听说东哥要嫁给别人，却十分着急。努尔哈赤看出了3个儿子都钟情于东哥，有些生气，毕竟他认为东哥是自己的女人，于是强硬的让儿子不要插手，自己心里有数。日子一晃3个月，东哥给哈达首领服用假毒药被揭穿，男人怒极，当场就要将东哥就地正法。东哥奋力反抗，一不小心撞到了柱子上，晕了过去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一个士兵慌张的进来禀告，努尔哈赤带着剑弩兵攻进城了。古代的封建制度太可怕，福晋去世就要让丫鬟殉葬，4个16岁的少女被绑在树桩上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。紧急时刻，东哥赶了过来阻止。怎么杀？给我站住！努尔哈赤，这就是你说的天神吗？他们一个个根本就是凡人，不过是戴了个面具。萨满是上天的化身，不这样做实在是太残忍了。这都是上天的旨意。可惜东哥势单力薄，大火吞没了少女的身影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上天的意思。被拦住的东哥只能无助的呐喊，装神弄鬼，不得好死。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闪电，不仅击毙了萨满法师，就连姑姑孟古的棺材也被点燃。随后天降大雨将大火浇灭，少女因此保住了性命。东哥举起双手享受着一切，怎料萨满法师突然围了过来。为了爷，此女非子见凡人，顺应天命，可行天下，可亡天下呀！说什么？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东哥，你是我的，天下也是我的。为了庆祝大喜的事情，努尔哈赤大摆宴席，席间男人们推杯换盏，所有人都被东哥的美貌所倾倒，特别是明朝的使臣，眼睛都挪不动了。努尔哈赤见状，让东哥给使臣献舞一曲，东哥自然不同意，谎称自己不会跳舞，但是这也驳了努尔哈赤的面子，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和怒火，一把将他抱起，硬生生地扛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小编刚去舞吧找了工作，回来便看到东哥一脚踹开了努尔哈赤，终究是力气小，无奈之下拔下发簪。再过来我就死在你面前！我不过去，我不帮你就是了。我会遵守我们的约定，但是我不会放弃你。你就放了我吧。
两人争执当中，大门突然打开，趁着努尔哈赤前去查看，东哥赶紧逃跑。想到如今的处境和萨满的预言，连忙回去收拾了行李，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很快这件事情被皇太极得知，不禁感叹东哥真是愚蠢，竟然以为这样努尔哈赤就会放过他。果然当天努尔哈赤就得知东哥逃走，立马派出了大量的暗卫前去搜寻。另一边东哥刚到了一处客店，准备安顿下来，皇太极后脚就找了上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。你是过来帮我的，还是召我回去的？我是来救你的，我都能想到，阿曼也一定能想到。到时候赫图阿拉城就是一个铁桶，你出不去的。阿曼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我都清楚。你要是被抓回去了，后果会怎样，我真不敢想象。清楚了利害关系，东哥果断地听从了皇太极的建议，两人假装在河边玩耍。毕竟出来散心的罪名可比私逃出府要小得多。等努尔哈赤寻来时，虽然心里有数，但是表面并没有说什么。东哥重新回了府，属于他的历练也正式开始。原来你就是女真第一美人东哥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你的名字，你真的很美啊。同样是绝世美女，阿巴亥人美嘴更甜。然而刚才那番话却让旁边的小矮子不服气。那你现在是该叫姐姐，还是应该叫姑姑啊？东哥哥哥应该比你大许多吧？我要是能像东哥姐姐这么美，就算被人叫老太婆我都不介意。一句话对得对方哑口无言，气氛瞬间尴尬起来。恰好二阿哥代善走了过来，阿巴亥连忙上前请安。看到身样貌不输东哥的绝世美女，代善竟然看呆了。东哥终于有了一些危机感，看到枯萎的花朵忍不住感叹，只听新人笑不闻旧人哭。此时代善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猝不及防地抱住了东哥。看样子是生我的气了。二阿哥如此英俊潇洒，我哪敢生您的气啊？东哥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，心里永远都只有你一个。我知道你也如此，我请你再等一等，早晚有一天，我可以向天下宣告，你是我代善的女人。敞开心扉的两人紧紧相拥，怎料这一幕恰好被阿巴亥看到，情系代善的他怒火中烧，凭什么东哥就能得到代善的爱？然而现在事情却不受他的控制，只爱征服美人的努尔哈赤一眼相中了阿巴亥的美貌，为了证明对阿巴亥的宠爱，别出心裁地准备了一场狩猎婚礼。美人成了宠妾，连大福晋都坐在了旁边。气不过的大福晋故意让丫鬟将狩猎婚礼的事情告诉爱热闹的东哥，并趁机让丫鬟给东哥梳了一种已婚妇女的发型。东哥没有防备心，骑着马直奔围场，却不想一来就成了焦点。走，跟我上座。上座？爷，这不太合适吧？爷，你想多了。把头发梳成这样，是想告诉我想多了。我头发怎么了？你梳了个已婚妇人的头啊！如果你想，你就能成为我的大福晋。此言一出，新娘的脸色瞬间黑了。东哥也明白了，这是有人挑拨自己与阿巴亥的关系。为缓解尴尬的局面，不留下来当电灯泡，东哥赶紧将自己的头发散开。不愧是第一美女，头发飘逸，眼神迷离，瞬间迷住了部落所有的男人。努尔哈赤一高兴，便将自己最喜爱的大青马送给了东哥。今儿个是阿巴亥妹妹大喜的日子，那东哥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下好了，新娘的风头彻底被抢，不想黑话也说不过去了。为了给东哥一个教训，故意在晚上的庆宴上绊倒东哥，怎料自己的衣服却被东哥扯开，自己反而成了出丑的那个人。女人本想让情敌当众出丑，反而让自己意外走光，羞愧的她只能将怒气发在旁边小太监的身上。努尔哈赤看着新娶的媳妇赤身裸体，便要将没规矩的小太监拉下去砍掉双手。心善的东哥自然看不过去，主动站了出来。是我不好，是我刚刚不小心摔倒。今天是建州与乌拉定亲的好日子，别让这些琐事坏了大家的兴致。既然东哥姐姐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便听姐姐的。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，怎料下去换衣服的阿巴亥还是不甘心，他让丫鬟准备好一包调料，准备将这调料偷偷放到东哥的酒杯当中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怕什么？要最多就是让他动情失态而已，不会要他命的。东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阿巴亥重新返回晚宴，却发现属于自己的位置被东哥占据。新婚晚宴本应该是自己的高光时刻，反而被东哥趁得暗淡无光，这让阿巴亥更加妒忌。努尔哈赤刚一离开，便将调料放入东哥的酒中，单纯的东哥毫无防备将酒喝了下去，不一会便感觉全身又烫又热。旁边的皇太极看出不对劲，赶紧抢过东哥的酒杯，紧接着说出自己的新婚祝福词，怎料只喝了一口便察觉出酒中有问题，可惜年龄太小，神志不清的皇太极很快动不了了，别说还要带走东哥。阿巴亥继续给东哥灌酒，幸亏关键时候大皇子楚英冲了出来。干什么？阿巴亥，你要是想喝酒，我陪你喝个尽兴。我不过是敬酒而已，你放开！
我劝你在我面前收起你那套小把戏，留着你那点小聪明。阿玛高兴也算尽了你的本分，其他的想都别想。阿巴亥又气又恼，却无法阻挡楚英将东哥带走，温柔地将东哥放在自己床上。2个时辰过去，东哥才缓缓醒了过来，看到自己竟然在楚英的房间，挣扎的就要回去。我求你留下来吧，这是你家呀！这不是我家，这是你家，这不是我家，这是你家，这不是我家！一巴掌下去，竟然把楚英的兽性激发出来，瞪大眼睛将东哥按在墙角，质问他为什么喜欢代善，不喜欢自己。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直爽豪气的大哥哥，永远都是。我不要做什么大哥，我要你只属于我，现在就属于我。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眼看清白难保，关键时候代善及时赶了过去。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因为一个美人大打出手，随后皇太极也赶了过去，赶紧抱着东哥送回别院。走到半路，代善匆匆地赶过来，皇太极见状知趣地离开了。代善心疼地抱着东哥，承诺自己会永远保护他。但现在的东哥不想再听这些嘴炮，他想代善带着自己远走高飞，不要再像一个物件一样被人摆弄。今天是楚一，明天是努尔哈赤，后天又会是谁呢？我真的好害怕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你再受任何的委屈了。我无法给你想要的生活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变得更强，强到可以不用看阿玛的眼色，强到可以直接把你名正言顺娶到我身边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真正的保护你。口头的承诺，东哥不想再听了，将自己的手抽出，单方面的宣布了分手。代善有种感觉自己可能真的要失去东哥了。性格温顺的他终于勇敢了一次，请求努尔哈赤将东哥许配给自己。没想到你竟然敢要我的女人，代善，这世上美女多的是，你想娶谁都行，可唯独东哥不行，东哥只属于我。只能妥协的代善再次找到东哥，当着他的面忤逆他的话，对于咱们俩都不会有好结果。我不想因为我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走！东哥显然已经彻底死心，代善会不会继续争取下级了？14岁的小妾为了夺得正妃之位，故意挑起大福晋的怒火。你无非就是想向我宣誓，你才是这府中正主。放肆！可惜如今你早已年老色衰，风光不再，随随便便一个丫头都比你更能赢得爷的欢心。大福晋听得又气又恼，当即给了阿巴亥一个大光，打完不解气，右边再来一个。还想继续的时候，代善及时赶了过来，阻止了大福晋的打骂。等阿玛回来知道了，是要责罚的。不想将此事闹大，大福晋警告了几句，便放他离开。殊不知自己已经落到了阿巴亥的圈套里。这大福晋下手太狠了，可苦了妹妹了。等贝勒爷回来看到我这张脸，苦的可就是他了。为了彻底扳倒大福晋，阿巴亥故意让大夫用药膏加重自己脸上的伤势，不仅又红又肿，更是多了几道鲜血淋漓的抓痕，看着就让人害怕。等努尔哈赤得到消息赶过来时，再装出一副饱受欺负的样子，不敢说出到底是谁伤害了自己。说，福晋这脸到底怎么回事？父亲昨夜被大福晋召了去，说是要小婿，回来之后便成了这个样子。幸亏二阿哥恰巧路过，无意间看见福晋正在被大福晋虐待，这才将福晋救下，送了回来。得到真相的努尔哈赤气急败坏，当即罚了大福晋滚带1年俸禄，更是直接撤销了他的大福晋位置。就这样，年近14岁的阿巴亥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大福晋之位。很快，正值盛宠的阿巴亥有了努尔哈赤的孩子，母凭子贵，阿巴亥一时风头无二，努尔哈赤更是对他爱护有加。于是趁着散步时候说出自己的担心：若是将来是个生性凶狠、手段残暴的人继承储位，那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遭殃了？看着眼前的小娇妻，努尔哈赤一把将人搂入怀中，让他不用担心。次日便在众儿子都在的时候，颁布了一道令人惊讶的命令：我已决定，待我100年之后，我的妻妾将全部归代善所有。此话一出，惊呆了大殿的众人。殊不知此举都是为了小娇妻，他一直都知道阿巴亥心悦代善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。然而得知这个消息的阿巴亥意外有些开心，迫不及待地向东哥炫耀：贝勒爷昨日在大殿上宣布，等他归老之后，所有妻妾都将归代善所有。东哥震惊了，眼泪瞬间充满了眼眶。他想要的爱情，唯一的爱情，已经渐行渐远，再也不可能。3年时间一晃而过，孟古即将迁葬，东哥自愿为姑姑去守灵，却没想到在半路上便被人掳走。男人爱上了比他大20岁的表姐，可女人却因为接受不了这年龄差距而拒绝了他。我比你大那么多，再说了，我还……总之，皇太极，我们2个之间是不可能的。皇太极可管不了这么多，一把搂过东哥亲了上去。东哥瞪大眼睛，连忙推开，怎么也想不通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你骗我！哪里骗你了？你耍我！你耍我！你耍我！难道你不喜欢我亲你吗？难道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？东哥，我爱你，
皇太极的表白让东哥内心沉了一下，毕竟小狼狗谁不喜欢呢？回想之前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心中泛起一阵波澜。原来不知不觉之间，自己的心中已经有了挚爱之人。明白了自己的内心，东哥满心欢喜。等他刚决定和皇太极交往，皇太极却向他要了自己丫鬟做福晋。葛代他先不说他，东哥，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。到了娶亲的年纪，我必须收个房内人，才能平复众议。但这个人绝对不能威胁到你。葛代是你的义妹，她是最好的选择。东哥很不忍心，怎么能因为自己毁了一个女孩呢？可皇太极主意并不能轻易更改。大婚之日，皇太极娶了2位妻子，敲锣打鼓特别热闹。而东哥看着这一幕，反而觉得心中十分凄凉。因此在酒席中一桌又一桌的敬酒，很快喝得迷迷糊糊，闯到了葛代的房间里，参观着美丽的新房。他想起那些为了自己而疯狂的男人，不由得痛哭起来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是最后呢？他们都会抛弃我。不会的，哥哥，嘴上说爱我，哥哥转身就弃我如履，亲生父母如此，何况那些不相干的人。哥哥说着说着，竟然径直地向后面倒下去。幸亏关键时候皇太极及时冲出来抱住了他。看着心爱的男人，东哥不由得哭诉自己的心好痛，梨花带雨的模样楚楚可怜。皇太极只好吩咐葛代去拿醒酒汤，而自己将东哥扶到床上。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？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爱你？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爱你？我不想那么爱你。不可以！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是什么？我到底是什么？你告诉我是什么？皇太极心疼地看着东哥，一把搂过亲了上去。东哥，你听好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皇太极绝不会抛下你。听到这句话，仿佛吃了定心丸，瞬间安静下来，软软地瘫倒在皇太极的怀里。新婚夜，葛代守了东哥一晚上。东哥清醒过来，也明白自己举止过分了些，挣扎着就要离开。恰好皇太极走了进来，葛代识趣地离开，留下他和皇太极独处。然而这么好的女孩却因身份卑微，日子并不好过。额尔赫的婢女处处为难葛代，一束红梅插瓶也要抢过来。然而这一幕正好被东哥看到眼中，本想替葛代出头，却意外听见葛代的哭声。只要你能怀上爷的孩子，额尔赫肯定就不会这么嚣张了。我父宝怎么敢有这样的奢望？今日格格来府上，这些糟心的事儿就别说给他听了。葛代根本没有这种期望，他不想这些糟心的事情被东哥和皇太极知道。东哥听了内心更不是滋味，于是下定决心给皇太极提了一个建议。皇太极，你跟葛代生个孩子吧。皇太极，你跟葛代生个孩子吧。女人为了好姐妹的安危，竟然主动将心上人推给好姐妹。当初娶葛代就是为了平众议，可是现在你有2个福晋，但是却没有孩子。你需要一个孩子，葛代也需要。东哥句句在理，又态度坚决，皇太极只好同意。很快传来了葛代有孕的消息，方才请来的大夫给侧福晋问诊，说是有喜了。东哥瞬间心里空了一大半，他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。独自走在漫天的大雪里，心痛得无法呼吸。皇太极最终还是不属于他一个人，于是单方面的宣布了分手。恰好此时哥哥不阳谷邀请东哥回叶赫定居，东哥听了果断表示愿意回去。你怎么知道我就一定会放你回去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从我这儿逃走吗？爷说笑，东哥已是色衰老女，若再任由岁月蹉跎下去，帮不了爷什么了。从一开始你就可以反悔，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？努尔哈赤暴跳如雷，承诺只要东哥留下，便许给他大福晋之位。可东哥心意已决，就算不为自己，为了皇太极也要离开。如果不是因为自己，皇太极早就像楚英代善一样守过兵权了。为了不连累皇太极，东哥甘心回到叶赫。怎料刚回到家，屁股还没热呢，不阳谷已经给他找好了下家。这一次又要把我嫁给哪个部落？是蒙古还是乌拉呀？你可还记得布占泰？乌拉部落的布占泰十分倾慕东哥的美貌，东哥无可奈何，只能启程前往乌拉。然而这个消息却被努尔哈赤得知，4个爱他的男人准备为他再次出征。建州大军势如破竹，很快攻陷了乌拉城。混乱之中，东哥终于见到了英勇的皇太极。可还没等两人叙旧，东哥就被哥哥不阳谷掳走，重新回到了叶赫。安分日子没过几天，东哥又被不阳谷卖给了扎鲁特部的介塞贝勒。介塞贝勒品行下作阴险，东哥自然不同意，不阳谷却不管这一套。你若是不想死的话，最好。我就是想死，你倒是试试，看你如何威胁一个死尸。你别不识抬举，我有许多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，到时候是死是活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那你倒是试试，看是我东哥先低头，还是你不阳谷先得到一具叶赫老女的尸首。不阳谷没想到妹妹如此刚强，只好妥协退后一步，可以答应东哥一个条件。东哥思索片刻，提出要回一趟建州。更重要的是，经历生死，他更想见的是皇太极。然而皇太极此时又准备娶媳妇，科尔沁部落有意向建州示好，特意送来了哲哲格格和亲。努尔哈赤打算让皇太极和科尔沁联姻。
皇太极知道无法抵抗父亲的命令，只能同意。可这注定是一桩不自愿的婚姻。皇太极虽然不愿意，但却不得不走进洞房。好在哲哲十分明事理识大体，只求能与皇太极做个名义上的夫妻。如此落落大方的女人，让皇太极也不免得心软起来。罢了，替我更衣吧。新婚夜，女人为了守住自己的清白，不惜拿蜡烛烧掉自己绝美的容貌。随着一声呐喊声响起，东哥的脸已经毁了容。芥菜又气又恼，东哥却不合时宜地咳嗽起来。太医连忙把脉，发现东哥竟然得了可怕的肺痨。肺痨不仅是不治之症，又极容易传染。芥菜连忙让人将东哥处理掉。可怜的东哥还没断气就被扔下了万丈深渊。东哥一生嫁了7次，却没有一次是嫁给心中所爱，最后却落得如此结局。很快，东哥被扔下悬崖的消息传到了建州。深爱他的3个男人不相信东哥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死在哪儿了？东哥哥哥，尸体具体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。没找到东哥，就说明他还没有死。一天找不到东哥，你们就一天别回来。东哥若是真死了，你们统统给他去陪葬。告诉我，有尸首对不对？所以你怎么敢说他已经死了？信不信我把你给杀了？东哥哥哥的尸首虽然没有找到，但是我们找到了这个。可当士兵拿出东哥的发簪，众人才不得已相信这个事实。戴善后悔莫及，当初东哥请求自己带他离开，却一直没有做到。皇太极甚至直接骑着快马要带回东哥的尸首，可没想到东哥根本没死，最终被皇太极救了回来。然而东哥因为肺痨病入膏肓，又因容貌被毁，根本不想见到皇太极。你不应该救我，我在沙奥等死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活着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来迟了。西亚玛拉本来就已经死了。皇太极心疼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却不知道如何安慰，只能将东哥安置在别院养病，并对外宣称东哥是自己新娶的福晋。东哥得知这一切有些生气，质问皇太极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外宅福晋。我东哥魏信不在，卡尔卡扎鲁特补传来消息，已经证实你去世的消息。所有人都以为东哥死了，除了格林泽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还活着。听了这番话，东哥突然笑了起来。他终于可以抛下女真第一美人的名号，抛下那句萨满可兴天下可亡天下的预言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那我叫什么名字？我还没有想过。不悠然。两人动情的相吻，皇太极丝毫不惧怕东哥的肺痨。见到皇太极如此深情，东哥彻底被打动了，下定决心陪伴皇太极一生一世。可没想到皇太极又要娶福晋了，她就是大玉儿。这天，大玉儿来到府中看望姑姑哲哲，正好碰到额尔赫和哲哲起了婚。你若是能为爷诞下个子嗣，他也不会整天的不着家。年轻气盛的大玉儿忍不住怼了回去。要是只有生下孩子才能获宠，那岂不是终日产崽的母猪最受欢迎？你说谁呢？说谁呢？谁心里清楚。几人争执中，葛代身为大福晋站出来制止了这一切。然而大玉儿并不服气，决定给额尔赫一番教训。于是他提笔给自己的父亲写信，诉说哲哲在皇太极这里受了委屈。怎料这封信却大玉儿的父亲送给了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明白这是科尔沁要求与大金进一步联姻的意思，于是将大玉儿许配给了皇太极。可这注定又是一场不幸福的婚姻。大婚当天，大玉儿一身红衣，满心欢喜地等着自己的夫君。然而此时的皇太极早就去了东哥那里相会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怎料大玉儿得知是外宅福晋，才让自己独守空房，发誓要东哥好看。而东哥一时想不开，决定再次离开皇太极。这是辅佐3代帝王的孝庄太后，此时她正跪在地上请求皇太极赐给自己一个孩子。求爷赐布木布泰一个孩子吧。不行。为什么布木布泰不行？爷，您当真不明白布木布泰的心意吗？你要的孩子我虽能给，但你要的东西我给不了。大玉儿哭得梨花带雨，诉说着对皇太极的爱慕之情。恰好东哥从旁边走了过来，皇太极直接挽着东哥的手臂回了房间，留下大玉儿恨得咬牙切齿。终有一天，我要将你挫骨扬灰，让你生生世世不得安宁，以血夺爱之恨。很快让他寻到机会。这日东哥去寺庙上香，意外遇见了哲哲和大玉儿。东哥本想转身离开，却被大玉儿一把将面纱拽下。贝勒爷怎么会看上你这个丑八怪？不悠然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迷住了贝勒爷，韩魏之争使我们的家族只会支持有蒙古血统的孩子。贝勒爷自幼丧母，除了以大贝勒骄好，再无别的其他兄弟姐妹扶持。如果再在子嗣上落后于人，爷又拿什么与他人相争？如果你真的喜欢咱们爷，听我一句劝，不要成为咱们爷宏图伟业上的绊脚石。姑侄两人一人一句，话里话外指责东哥不能为皇太极产生任何助力。东哥听得脸色苍白，深思熟虑后决定离开皇太极。临走之前留下了一封信，请皇太极善待科尔沁的2位福晋。很快皇太极发现了东哥出走，迅速派出了大量亲兵，却没有找到东哥。恰好这时发现了那封信，瞬间便将怒火撒在了2位福晋身上，随便找了个理由将哲哲送到了偏院居住。
大玉儿看着心上人发火的样子，十分委屈，却又不敢声张，只能私底下去找姑姑哭诉。一心一意对贝勒爷，也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贝勒爷的事情。贝勒爷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也为什么会那样的讨厌我？我真的很难过。哲哲冰雪聪明，一下便猜出皇太极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，而这一定和那一位不悠然福晋有关系，而不悠然一定是和东哥长相相似，才能得到皇太极的宠爱。而大玉儿不仅是满蒙第一美女，又能歌善舞，必定也能抓住皇太极的心。晚上，大玉儿便打扮成东哥的模样，在院中翩翩起舞。喝成烂泥的皇太极一把抱住了眼前之人，却发现女人竟然是大玉儿，下意识地将大玉儿推倒在地，随后感觉有点不忍心，将她扶起来，却看到大玉儿的手掌划伤了。然而大玉儿还是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，劝诫皇太极保重身体。皇太极触景生情，便让大玉儿扶自己休息。一夜过去，大玉儿还在桌子前守着自己的醒来，那迷迷糊糊的样子竟然有几分可爱。轻轻地走过去，将自己的衣服披上。大玉儿瞬间惊醒，看到皇太极要走，立马抱住夫君，求你恩赐给布木布泰一个孩子吧，好不好？我看你是误会了，你能歌善舞，聪明伶俐，讨人喜欢，但爷对你并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心里面早已有人，装不下别人了。大玉儿双眼含满泪水，殊不知她的情敌马上就要回来了，而自己也差点被皇太极驱逐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的不悠然？我尔杰吉特布木布泰，心胸狭隘，迷信善毒，乱夫妻纲常，退回科尔沁部。大玉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，深爱的男人竟然会为了一个毁容的妾室殴打她，还要将她休弃，并且当晚就要离开。原来大玉儿因为嫉妒东哥深受宠爱，为了除掉这个眼中刺，大玉儿趁着东哥出府之时，竟然派人追杀。幸亏东哥命大，逃过了一劫，并且顺利回到了府上。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外宅福晋，又改名换姓成不悠然，因此他怀疑是府中的其他福晋嫉妒他深受宠爱，才派人刺杀。就当东哥毫无头绪之时，却意外发现豪格练剑所用的剑族和刺杀自己的剑族一模一样。聪明的东哥立马意识到凶手是故意将线索指向豪格，而这么做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大玉儿。然而等东哥将这个重大发现告诉皇太极，他却一点都不相信。你想多了，不可能是布木布泰。看来这2年布木布泰很是讨你欢心啊。悠然，你能不能就事论事？你现在被他蒙蔽了，一叶障目，真假不分，我如何与你就事论事？你拿出证据来，大可以随意指责他，否则就不要血口喷人。你说我血口喷人？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样子的。不悠然，你出去，我今天不想见你。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这件事情很快被大玉儿得知，高兴过头的她竟然跑到东哥门口跪下。姐姐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就冲着我来吧，千万不要跟爷置气啊！够了，我跟皇太极的事情与你无关。够了，悠然，你一向聪明伶俐，明辨是非，为何独独这件事情上如此不可理喻？东哥被白莲花欺负的口不能言，大玉儿见状又添了一把火，没想到这把火竟然烧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如果姐姐觉得跟额尔赫福晋一模一样的那只耳环还不能说明问题，那姐姐身上和豪格专用剑族一样的波浪形伤口呢？为何您不去追究大福晋，却一直盯着我不放？原来贝勒爷已经将我中剑伤有蹊跷一事跟你说了。我今日并未跟你提起过剑族一事，你是如何知道张悠然的剑族是豪格所有？事到如今真相大白，大玉儿也无法抵赖，将实情和盘托出。一怒之下的皇太极竟然要休妻。从小到大，人人都夸我是科尔沁第一美女，我出身名门贵族，又能歌善舞，我比她不悠然年轻漂亮，身份高贵，我究竟哪里比不上这个不悠然？够了！哲哲关键时候过来求情，如果大玉儿被驱逐，那就等于科尔沁受了极大的侮辱。东哥见此情景，也知道事关重大，虽不情愿也跪下为大玉儿求情。皇太极万般无奈，也只能依着东哥。相爱的两人终于和好如初。皇太极拿出一串绿色手串送给东哥，东哥感动的不要不要的。皇太极一把将东哥抱起放在床上，轻轻的吻着。悠然，你可喜欢我这般亲昵？小编知道大家不爱看，剩下的我们略过。没羞没臊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却因为代善两人的感情再次有了猎物。你是我的，你只属于我。若你始终忘不了的，无法完全属于我一个人，那我宁愿亲手将它除掉。好姐妹怀上了心上人的孩子，而女人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可她怎么了？大房那边连夜请了大夫，大夫竟有喜了。一时间，东哥感觉万念俱灰，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。他终于明白皇太极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事实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快要临盆的葛代突然动了胎气，生了2天2夜，终于给皇太极生下了一个小公主。可自己却因为难产耗尽了元气，临死之前用尽力气伸出双手，对着门口盼望着皇太极的身影。然而门口空荡荡，最终无力地垂下去，玉镯摔在地上砸得粉碎。东哥悲痛欲绝，昏了过去。等他醒过来，皇太极也赶了回来，轻轻地抚摸着东哥的肩膀，希望能宽慰他的情绪。随后准备将东哥升为大福晋。不可！
我现在是小福晋，都已经害怕被人发现。若我是大福晋，恐怕迟早会被你韩阿玛发现。有人，位分是什么不重要，不如把大福晋之位交给哲哲吧。之前他帮葛代打理事务也那么久了，理应交给他。很快，哲哲成了皇太极的大福晋。水涨船高的大玉儿忍不住跑到东哥面前炫耀，又提起了这次大战后，努尔哈赤给每个阿哥都赏赐了美女，而皇太极因为战功赫赫赏赐了2个。东哥听后心里一颤，忍不住又跑了出去。而天空又下起了大雨，这次却意外走到代善家门口，只见代善一人在雨中孤独的射箭。代善没有扭头，他以为是阿巴亥来探望自己。快回去吧，再也不用来了。无论你打扮得多像样，穿着他的衣裳，带着他的发饰，你再怎么去做，也终究不可能成为他。他把我当成了阿巴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要谢谢你，你是这些年唯一能让我想起东哥的人。代善没有仔细看眼前之人，将昔日阿巴亥送给自己的手串拿出来，放在东哥的手中。东哥内心五味杂陈，就这样没有声张地离开代善府邸。等东哥回到家中，却发现皇太极一直在房间等着自己。你说过要完完全全把心交给我，可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始终还是对他难以忘怀。你始终忘不了他，无法完全属于我一个人，那我宁愿亲手将他除掉。够了！说什么完完整整独一无二？那么你呢？你娶了一个又一个，我算什么？江山和美人对你而言孰轻孰重啊？无法跟你谈。两人再次陷入了激烈的争吵，冷战了数月。这天，从朝堂中传出努尔哈赤为了防备儿子争权，竟然不准备立储君，而是准备将国事交给八旗。东哥听后忐忑不安地找到皇太极。我想通了，我爱的男人是一个君临天下的英主，你不能也不会是我不由然一个人的皇太极，你是天下百姓的皇太极，你要的江山我会助你拿下这江山。为了帮助皇太极彻底拿到汉位，东哥决定恢复身份去见一见故人。你是何人？爷爷取下江山，可还记得我这个故人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好久不见，大福晋还是如此花容月貌。放开他！你是何人？爷爷取下江山，可还记得我这个故人？死去的爱人突然再次出现在男人眼前。本就时日无多的努尔哈赤误以为自己见到的是东哥鬼魂，失神中连长剑都握不住了。此时的努尔哈赤仿佛丧失了理智，一边冲向东哥，一边向他表白：东哥，你就是东哥，就算你容颜变了，就算我老糊涂了，你还是我最爱的东哥。阿巴亥露出一丝苦笑，自己12岁便嫁给努尔哈赤为妻，接连为他生了3个孩子，到头来却始终都是东哥的替代品。情绪激动的阿巴亥抓住努尔哈赤，不停地质问，怎料努尔哈赤被这大力的摇晃下，竟然口吐鲜血，直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东哥，东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爱不爱我？这辈子你有没有爱过我？不爱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听完这句话，努尔哈赤的眼睛瞬间暗了下去。但他明白东哥此行的目的就是捍卫之争，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这辈子若是得不到你，我就是死也得拉着你去陪葬。凭什么？当初萨满预言，扬言说我可兴天下，可亡天下，我东哥像棋子一样被你送来送去，你可在乎过我的感受？如今我就算苟活于世，又与你何干？这条命不再是你的了，不再是了。努尔哈赤一口气没上来，当场毙命。一代枭雄努尔哈赤竟被2个女人活活气死。事后阿巴亥将东哥关进大牢，本就恨透东哥的他终于等到机会报复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既然大汗如此爱你，我便成全了你们。3日后，待我大业继承，你就陪着努尔哈赤一起下地狱吧。小编刚去5-8找了个工作，回来便看到阿巴亥在众阿哥面前宣布大汗遗诏，命15阿哥多铎继承汗位，大贝勒代善辅政。一时激起千层浪。要知道多铎还是一个小孩子，哪有什么能力当大汗？众阿哥议论纷纷，表示不服。怎料阿巴亥态度强硬，就在众人争执不下地时候，一身白衣的东哥就走了进来。虽然一句话未说，但阿巴亥显然已经自乱阵脚。她是叶赫老女，她是不喜雅满拉。大福晋是不是悲伤过度，神志不清了？这分明是我的小福晋不悠然。我表姐被誉为女真第1美人，你觉得我的小福晋有几分姿色，能跟我表姐相提并论？谁也无法相信毁容的不悠然就是女真第1美人东哥。没办法的阿巴亥只能向代善求证。然而代善怎么会让心爱的女人去殉葬？他不是东哥，他早在10年前就死了。不可能！我明白了，韩阿玛所指的人定是大福晋您呐。您平日最受韩阿玛恩宠，韩阿玛自然不舍得跟你分开，想让你殉葬。恭送大福晋！局势一下子逆转过来，多尔衮和多铎因为年幼也插不上话，而自己只有口谕没有诏书，谁也不再相信他的话。年仅37岁的阿巴亥被迫殉葬，12岁嫁给努尔哈赤，14岁扳倒大福晋滚代上位，16岁生下长子阿济格。在今天就要为他可悲可叹的一生画上句话。努尔哈赤下葬，
半个月后，皇太极在东哥的帮助下登上汗位。登基之时，东哥扮成小太监的模样跟在他身边，走向那至高无上的位置。满朝文武纷纷下跪叩首，被震撼到的东哥也忍不住下跪。皇太极却突然扶住了他。这一生你为我跪过天地，跪过先汗，跪过无数人。从今日起，你不需要再跪任何人。随后，皇太极严肃地走到3位兄长面前，敬重地拜了3拜。以后兄弟同心，开启一个新时代。历史上的皇太极究竟有多爱东哥？登基的时候都将他带在身边，甚至满朝文武下跪的时候都不许他下跪。这一生你为我跪过天地，跪过先汗，跪过无数人。从今日起，你不需要再跪任何人。然而，这么恩爱的两人却在一次狩猎中遇见刺客，两人势单力薄。危急关头，东哥替皇太极挡下致命一击。虽然皇太极反应迅速，立马斩杀刺客，但东哥还是口吐鲜血，昏迷不醒。什么叫既然是听天命，最后说一遍试试？他若有个好歹，我定让你们全部挫骨扬灰，给他陪葬！眼看东哥马上就要香消玉殒，皇太极更是杀人的心都有了。不敢离开我，不让你离开，你怎么可以抛下我一个人？若死，我也不愿多活。阿婆，绝对不可以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这天下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，我求你一定要答应我。话音刚落，东哥的手便重重落下，结束了他这大起大落的一生。有情人阴阳两隔，皇太极只能抱着东哥嚎啕大哭，却不知道东哥此时已经回到了现代。小编刚去5·8找了个工作，就看到皇太极请来萨满法师为东哥招魂。亚麻拉，回来吧！亚麻拉，回来！不是不喜亚麻拉，是不友善。随着萨满法师的做法，东哥竟然奇迹般的在一处战场醒来，脸上的疤痕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不是死了吗？这是哪里啊？什么人？给我抓起来！站住！别跑！你跑什么？多尔衮！还没等东哥反应过来，就被多尔衮带领的大军抓住带回营中。不同于其他女人，多尔衮竟意外对他有些好感。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你的身世吗？我以前有个姐姐，就是大汗的小福晋，因为我额聂跟阿玛都亡故了，所以就来沈阳准备投靠她。你姐4年前便死了，你也不用想着去投奔她，也瞅着你可怜，收留你了。你干嘛？你要敢轻薄我，我立刻咬舌自尽！两人争执间，东哥意外看到了多尔衮身上的牙印，东哥瞬间便呆住了，因为自己曾经在楚英的身上也咬过同样形状的伤疤。这就当做是我给你的信物，来世记得带他来找我。好，他会带你找到来生的我。但此时他并没有声张，而是趁着多尔衮没注意偷走他的通行令牌，成功潜入了皇太极的营帐中。入目便是皇太极的龙袍。还没等东哥回忆两人的过往，忽然有人走了进来，东哥连忙躲在龙袍后面，没想到来的人正是皇太极。身为义军主帅，当即提剑逼迫暗处的人出来。别耍什么花样，否则我砍了你！你是谁？说到底是谁？看着昔日的爱人，东哥拿下帽子，深情款款地注视着皇太极。皇太极，我回来了。去世5年的妻子突然出现在男人面前，控制不住激动的脚步，紧紧上前抱住了东哥。真的是你吗？这不会有什么吧？是我，这不是吗？我不是东哥，我不是不喜亚麻了，我却还是不悠然，真真切切的不悠然，深爱你的不悠然。失而复得让皇太极忍不住泪如雨下，他明白是萨满法师的做法起了作用，感动了上天，才会让东哥死而复生。两人紧紧相拥，决定一生一世不分离。小别胜新婚，皇太极比之前更加宠爱东哥，不仅亲手喂他喝汤，更是决定给他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怎料幸福的日子没几天，因为丈夫部落战败的斗土门福晋带着不明和财产前来投奔，代善趁机谏言，要皇太极娶了斗土门福晋，这样能名正言顺地把他的财产纳入国库。然而皇太极刚和东哥重逢，又怎么可能同意？我不宜娶此福晋，就配于家世不和睦的贝勒吧。大汗若迎娶斗土门福晋，则民心悦；若不娶，则民心怨矣。代善，这是在威胁我吗？难道我非得听你所言，娶了那寡妇不可？我皇太极要娶什么女人，难道不比你清楚吗？天子一怒，众人才结束这个话题。等代善等人退下，东哥才上前安慰：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脆弱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，还有什么能阻隔我们的呢？你是大晋汗王，将来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，执掌天下，名垂青史。皇太极的眼中全是惊讶，他没想到在爱人的眼中自己原来这么伟大。两人相视一笑，东哥的主动劝诫让皇太极心甘情愿地娶了斗土门福晋。然而令他没想到，刚刚娶了林丹汗的斗土门福晋，不到1年时间，林丹汗的囊囊福晋也率领族人投靠。皇太极想把囊囊福晋赐给代善，怎料代善张口就要苏台。你来迟一步，我早已答应济尔哈朗，把多罗福晋许给他了。我让过你，
多次，可我未必次次让你。你处处比人迟上一步，比之当年楚英或是阿玛，你谨慎有余、魄力不足的性子，注定要不起的。皇太极有些恼怒，就算娶到了苏太又能怎样？一个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。眼看两个兄弟马上就要动手，东哥赶紧出来打圆场。代善看着皇太极的新宠哈日朱拉，忍不住嘲讽他早就忘记了东哥，于是生气的直接离开。这次的谈话不欢而散。然而让皇太极没想到是在庆功宴上，代善更是出言不逊。恭祝大汗与林丹的纳木中囊囊福晋，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代善，不要太过分。我代善说过，未必要听你的。皇太极一拳捶在了桌子上，气得脸色发青。宴会散去，皇太极在营帐中召见代善，怎料代善胆大包天，竟然私自回了圣经，这让皇太极下定决心不放过代善。有人不是我不放过他，是他执迷不悟，要我如何饶他？东哥看到皇太极起了杀心，赶紧跪在地上替代善求情，可这也难免让皇太极粗意大发。本就在气头上的他索性不再搭理东哥，然而东哥没有退缩，他坚持为代善请命，甚至在雨中长跪不起，最终坚持不住晕倒在皇太极的面前。皇太极，姑姑这般作践自己，你无非是想让我心痛。我不是，可是我……好了，你又赢了。皇太极最终原谅了代善，可也因为代善夸下的海口，自己也不得不娶了囊囊福晋。封后大典上，众嫔妃纷纷下跪，唯一人免了刑辱。阿日朱拉站着，你莫跪。虽然没有封为皇后，但是封了她与皇后有着同等权力的东宫宸妃。然而皇太极不仅给了东哥权力，更是给了历史上都承认的偏爱。新婚夜更是将她宠成小女孩。好了，吃饱了没了，刚吃。没吃饱也该换我了，这个更甜。3天后，东哥才想起来要依礼去给哲哲请安。然而还没等他低头敬茶，皇太极已经娓娓找来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在给姑姑敬茶。敬什么茶？没烫着吧？没事没事，没烫着。大汗，没事的。裤脚也是湿的。皇太极严厉制止了东哥这种卑躬屈膝的行为，更是当着哲哲等众位妃子的面前，亲手为东哥换了沾了水的鞋袜。别再动着了，以后入冬就该好好保暖。我早就吩咐过，阿日朱拉不必到中宫见礼，今日如此，后亦是如此。怎料这种殊荣却让大玉儿恨得咬牙切齿，不顾姑姑的阻拦，趁着无人注意准备找东哥的麻烦。然而一巴掌还没落下就被东哥拦住，大玉儿使尽全身力气还是没有挣脱。关键时候哲哲走了过来，但这次却是给大玉儿撑腰。给大福晋请安，大福晋这称呼可不敢当。姑姑过谦了。看着曾经的故人，东哥突然发现之前的青春少女已经变成了深宫怨妇，而自己绝对不能变成这样的人。于是取下象征着身份地位的珠子，放在了哲哲的身上。哈日朱拉给皇后请安。你不跟姑姑争？姑姑，大清朝的皇后只能是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此之后皇后是你，但是皇太极永远是我的。一举两得，从此东哥更受皇太极的宠爱。大雪纷飞，皇太极背着东哥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。这个深情执着的男人，为了东哥甘愿动用萨满法师招魂，幸亏最后没有失败。东哥再次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两人一起来到城楼上，看着远处的雪景，东哥第一次向皇太极说出心里话：我以后再也不会怪你，以前是我太任性自私，我以后只会爱你。此时此刻我来到这里是为了爱你，回到这里只为更加爱你。皇太极，我爱你。有爱人一直陪在身边，可能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独步天下就此完结，愿所有的女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偏爱。